男人回家路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兜里居然多了一份报纸，而当他看到报纸上的标记时，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他担心了10年的事情，终究还是发生了。李春秋10年前被军统派遣到哈中潜伏，整整10年的时间，他如今成了哈尔滨警察局的法医。期间他与组织没有任何联系，如今妻儿圆满，日子过得和普通人一样平凡且幸福。而这种日子过久了，人是会产生错觉的。李春秋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洗白了，那些刀光剑影的过去不过是一场噩梦。可当报纸出现在他的口袋时，10年积累的平静瞬间就垮了。在情报界，这叫此性唤醒，不同电话不留话，只用一个极其普通的媒介，传递出的却是最高级别的强制指令。那一刻，李村就站在街头，看着那篇报纸，10年的幸福像沙堡一样，正在浪潮下迅速崩塌。当天，李村就怀着一种上分般的心情，准时赶到了鼎峰酒楼。等待他的是个年轻女人，对方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寒暄，而是直接下达了上峰的命令。都10年了，还会改想吗？去北平杀一个人。10年前在哈尔滨要杀的是谁？还活着。李春秋脑子嗡的一手，10年前未完成的任务如同复古之居，再次缠上了他。手上的动作已经证明他此时的心慌。突如其来的危机感让他感到不适，但对方根本没有理会，而是继续有条不紊地交代着计划。他告诉李春秋，这次任务他并非孤军奋战，10年前曾救过他一命的老战友孟令喜也会一起执行暗杀。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军统那滴水不漏的行事作风。尹作平表示，已经提前为他们安排好了后事，一旦两人离开前往北平，他就会对外放出假消息，制造两人在江边钓鱼失足淹死的假象，甚至连用来替换他俩的死尸都已经提前在停尸房准备妥当了。眼下李春秋只有不到半天的时间，能与家人做无声的告别。对于李春秋来说，10年的岁月足以让一个冷血特工蜕变成一个有温度的丈夫和父亲。从心理学角度看，人是环境的产物，当他习惯了阳光下的安稳，黑暗的指令对他而言就不再是信仰，而是催命符。离开酒楼后，李春秋深知军统的命令是不可能拒绝的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去通知冷梦，再好好陪儿子做最后的告别。然而这看似简单的第一步，就差点要了他的命。当李春秋找到孟令喜时，两位昔日老友重逢，本该是把酒言欢，但此刻屋内的空气却仿佛凝固成了冰。孟令喜看到李春秋的那一刻，就已经猜到了来意。当指令全盘托出后，孟令喜的反应要比李春秋激烈许多。这10年里，老孟同样安了家，娶了媳妇，他对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极其满足，但心眼里抗拒再回到过去刀尖舔血的日子。恐惧和绝望交织下，孟令喜的心中竟然生出了杀机。就在李春秋转身准备离开的瞬间，孟令喜悄悄伸出手，握住了货架上的一把锋利匕首，准备从背后解决掉这个带来厄运的死神。但他显然低估了老牌特工的敏锐度，即便背对着李春秋，依然通过门窗玻璃上的反光，将对方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。就算杀了我，他们也会派别人来的。躲啊，记着 IP 沟，躲到兴安里，你就是躲到海参崴，他们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这些话看似是在劝说孟令喜，但李春秋何尝不是在劝自己呢？他知道一旦反抗，不仅他要遭殃，妻儿也绝对无法安生。剥夺一个人勇气的，往往不是面前敌人的强大，而是他身后有了想要凭此守护的安稳。当一个人拥有了平凡的幸福，他就会变得胆小，这不是懦弱，而是人性向善的本能觉醒。安抚好孟令喜后，李春秋的心情愈发沉重。老孟舍不得老婆，而他比老孟更痛苦。他深知此次北平执勤九死一生，为了不留遗憾，他借口给儿子不过生日，将妻儿约到了哈尔滨一家极其高档的酒店。他奢侈的一掷千金，点了一桌，奉上了佳肴，开了一瓶昂贵的红酒，强颜欢笑的谎称发了奖金，要好好吃一顿。然而女人的直觉总是敏锐的，对于一个拿死工资的法医来说，这种铺张太反常了。妻子很快就察觉到了丈夫的不对劲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就知道瞒不住你，我要升职了，工资可能要涨不少，但有一点很麻烦，就是可能总得要出差。出差？要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晚上就得走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那礼堂怎么办啊？今晚我要值夜班。他都这么大了，不用替他担心。为了转移妻子的注意力，李春就赶紧端起一杯水递给儿子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正是这个递水的动作暴露了一个致命的破绽。你的戒指呢？
李春秋瞬间愣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他这才猛然回忆起来，下午和尹秋平接头时，一块红烧肉没夹稳，弄了一手油。当时为了擦手，他把戒指摘下来放在桌上，可后来心烦意乱，离开时竟然忘记带回去了。此刻那枚戒指必定落在了尹秋平的手里，他当即流着冷汗解释，说是早上工作摘下来忘在停尸房了。这对无声的告别，最终在谎言与猜忌中草草结束。而就在李春秋说服自己接受这无法摆脱的身份时，家里的电话却忽然响起。司机病了，很重，暂时不能来接你，抱歉。什么时候走？ 29天以后，除夕夜。上车的地点我会再打电话给你。还有，以后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的时候，就不要关灯了。缠缚的特务猛然发现，刚刚将自己唤醒的上级，此刻竟重伤躺在病床上。更要命的是，警方不仅识破了上级的身份，还从其随身携带的火柴中发现了关键线索。这种洋火主要提供酒楼、浴室、旅馆服务场所。一般火柴盒上都印着商家的名字，撕掉的痕迹是崭新的，而且里面洋火梗数很多，那么就说明这盒洋火刚刚到他的手上不久。那么他为什么要把上面的表皮撕掉呢？唯一的解释，那就是他不想让外人知道他去过这个地方。听着警方的分析，李春秋心里咯噔一下，因为这盒火柴正是他昨天接头时交给对方的。李春秋比谁都清楚，丁占国的鼻子比猎犬还灵，摸到接头酒店只是时间问题。此时此刻，法医李春秋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，他心里像明镜一样，这盒小小的火柴就是他的催命符。眼下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跟时间赛跑。他必须抢在刑侦队长丁占国之前赶到昨天接头的那家饭店，灭掉那个见过他的饭店伙计，否则他苦心经营了10年的伪装全都会在今天彻底崩塌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火急火燎地赶到那家饭店门口时，惊悚的一幕发生了。整座酒店就在李春秋的眼皮子底下，瞬间被炸成了一片废墟。而昨天那个微笑着接待他的服务员，当场就被炸得粉身碎骨，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来。李春秋愣在原地，他知道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他背后的组织，在用一种更极端、更冷酷的方式清除隐患。而此时李春秋那绝望又震惊的眼神，我想他应该不是在感激组织，而是感到害怕，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，今天组织能为了保密炸死一整国的无辜百姓，明天要是他李春秋出了纰漏，组织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和他的妻儿老小一把火烧成灰烬。这种信仰的崩塌和对未知的恐惧，像一条毒蛇一样死死缠住了这个中年男人的脖子。他不再是那个执行命令的特工，而是一个被死神盯上的猎物。酒店的爆炸虽然让李春秋暂时逃脱被认出的危机，可丁占国也并非无功而返。在爆炸现场，一名小特务被眼尖的丁占国抓获，而丁占国的审讯极其老道，他不跟你谈主义，他跟你谈人性。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，胁从古。我们要的不是你，而是别人。在结案之前，我可以把你们送到别的。我们？你们，你还有你女朋友。你看，很多人一遇到事儿就喜欢拍桌子瞪眼，觉得谁声音大谁有理。但丁占国不，他知道这小特务不怕打，但他怕他女朋友出事，所以他直接绕开你的硬壳，专戳你心窝子最软的那块肉。咱们平时跟人沟通也是这个理儿，别老想着硬碰硬，你得琢磨对方最在乎的是啥，顺着毛捋，事儿就好办多了。果然，在丁占国的心理攻势下，小特务的防线彻底崩溃。他不仅交代了安放炸弹的任务，还吐露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情报。为了清除所有隐患，特务组织竟准备在第2天炸毁哈尔滨市中心医院。哈尔滨解放还不到2年，医院里全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伤员，要是真被炸了，那还了得！公安局长高阳满脸铁青，当场下达了最高级别的死命令：12点爆炸，11点30分，必须要确定情报的准确性，或者找出炸弹，否则立即采取紧急措施，疏散医患人员。出发吧。是，出发。从现在开始，保密级别将会最高。除了你和我，刚才开会的这些人，只至于不至于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对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而就在警方秘密排查的同一时间，李春秋也来到了医院。他昨天接头时不小心留下了自己的结婚戒指，这枚戒指一旦被发现，他一样得暴露。于是他打着探望妻子的幌子来到医院，随后又假装和医生探讨病情，成功进入了病房。随后不动声色地向尹秋平暗示来意，尹秋平瞬间心领神会。可就在尹秋平准备配合他将藏在喉咙里的戒指吐出来时，病房门突然被推开，来人是丁占国。看到李春秋也在这里，
丁占国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，但想到他是法医，便没放在心上。由于高阳局长事前有过交代，行动必须保密，所以丁占国也不敢透露机密，只是提醒他马上带妻子姚兰回家。可正是这个反常的举动，让心思缜密的李春秋立刻猜出医院里一定有大事要发生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他敏锐地发现一个推着茶水车的工人行迹十分可疑，这瞬间让他警惕起来。他知道，如果这个炸弹客被活捉，自己很可能也会被牵连。他来不及多想，急中生智，故意用脚绊倒了一位路人，想借此制造混乱，给对方发出撤退信号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那个特务在看到示警之前，已经按下了定时炸弹的开关。有炸弹！混乱中，李春秋的妻子姚兰也被惊慌的人群撞倒在地。看到妻子倒地，李春秋本能的想冲过去搀扶，但犹豫片刻后，他还是选择了处理起了炸弹。这一刻的选择是我认为本集最精彩一幕。在小家与大家之间，他选择了拯救更多无辜的生命。我认为这是他内心深处良知的一次觉醒。他厌倦了作为特务的杀戮和阴谋，在这一刻，他做回了那个正义的法医李春秋。这是一个深陷泥潭的人在刹那间闪现出的良知本能，这也为他后续的彻底转变埋下了最重要的一颗种子。李春秋凭借着自己过去接受的专业训练，果断地剪断了红线，指示灯停止了闪烁，炸弹被成功拆除，危险虽然解除了，但更大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李春秋这波果断决绝的拆弹操作，让一旁的丁占国彻底起了疑心。他死死地盯着李春秋，一个常年拿手术刀的法医，怎么可能如此精通军统内部使用的军用炸弹？他立即将情况汇报给了局长。电话里，他的语气充满了对丁占国的怀疑。是李春秋剪的电路线，拆炸弹的也是他。他太太是这家医院的护士，他现在就在医院。而就在丁占国打电话汇报的这短短几分钟里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。病床上的尹秋平因为疼痛难忍，将一直藏在喉咙里的那枚戒指吐了出来。李春秋抓住了这个时机，悄悄潜入，用一枚相似的普通戒指将自己的婚戒神不知鬼不觉地替换了下来。当丁占国持枪闯入时，李春秋已经完成了这一切。他主动迎上去打招呼，并为自己出现在病房编了个借口。早上来送饭的时候，我跟方医生聊了几句，我对他抢救这一名的治疗方案很感兴趣。早上说了一半，我想找他再聊聊。怎么？刚刚从阎王爷的后门跑回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？还有心思跑到这儿来讨论什么治疗方案？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你怎么这么精通包包方面的事？面对丁占国咄咄逼人的质问，李春秋只是淡定地表示，前不久局里组织过一次拆弹培训，自己只是现学现卖而已。李春秋这个借口看似荒谬，但在真实的谍战操作中是极其高明的手段。他赌的就是丁占国不可能了解局里每一次培训的细节，利用这种信息差来为自己创造生存空间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最完美的谎言往往是9分真话加1分假话，让你无从辩驳。就在这时，妻子姚兰的出现成为了压垮丁占国怀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多亏了李大夫，要不是他，我们的人全完了。还敢去拆炸弹？我当时看到你摔倒了，中间那么多人，我要过去扶你，我们有可能都得死。行了，别耍脾气了。我耍脾气了吗？我怎么能想到你就站在那儿看着我都不过来拉我一把？你说你怎么了？这场突如其来的家庭闹剧，让现场紧张的谍战气氛瞬间变得生活化、戏剧化。李春秋假装害怕回家是沙发，连忙跟过去安抚妻子，顺理成章地离开了丁占国的视线。而丁占国依旧觉得蹊跷，还是特意打电话到局里去确认。结果局里不久前还真组织过一次培训，尹秋平的被捕和自己嫌疑的洗清，让李春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他天真的以为这条线断了，他就可以彻底摆脱特务的身份，回归他梦寐以求的平静生活。然而他终究是低估了那个时代的残酷，也低估了自己所陷入的泥潭有多深。就在他以为春天即将到来时，一个男人却冷不丁出现在他身后。都是新茶，普洱红茶，你喝什么？冬天还有新茶吗？是冬天吗？我怎么觉得春天已经到了？您贵姓？魏一平，新任哈尔滨站的站长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尉李春秋，见过长官。这一刻，李春秋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。他就像一个被命运提线的木偶，刚刚挣脱一根丝线，又被另一根更粗更坚韧的线牢牢缠住。面具这部剧最吸引我的是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。李春秋不是一个高大全的英雄，他有私心，会恐惧，渴望平凡。
他的每一次挣扎都充满了人性的矛盾与真实感。当一个人的身份被彻底撕裂，他所坚守的究竟是曾经的信仰，还是仅仅是活下去的本能？这或许就是这部剧留给我们所有人的思考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至于新站长魏一平究竟有多狠，李春秋的下一个任务又会遇到怎样的生死考验？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聊。